大家好，我是胶东小王。今天咱们要用一些报废的干电池来制作一台大容量的水电瓶。这台电瓶的电量可轻松点亮灯泡和驱动电动机运转。下面就是制作过程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收藏转发一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制作的第一步，咱们先找来一些报废的干电池。这种电池在燃气灶上和手电筒中用的比较多，一般电池没电了就被扔到垃圾桶里了。其实电池即使是报废了，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，特别是里边的碳棒。大家都知道碳是很好的导电材料，而且还特别耐高温，可以用它制作成很多有用的东西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，咱们把电池的外壳用切割机切开，然后拿出里边的电芯，这样电池的中心就露出一根黑色的圆柱体了。这根黑色的圆柱体就是咱们所俗称的碳棒。这时用手轻轻一拽，碳棒就被拿出来了。接着咱们以相同的方法把所有电池的碳棒全部取出来就可以了。这些碳棒到底有什么用，咱们一会儿就知道了。经过一番忙活，一共取出了10几根这样的碳棒，然后咱们再找来一根长方形的木头板，根据碳棒的直径，用手电钻在木头板上钻出一些穿堂孔。大家不难看出，这些孔是用来固定碳棒用的。孔钻完以后，咱们把碳棒拿过来，插到钻好的孔中。安装的时候要注意，让碳棒正好卡在木头板的中间就可以了。这样碳棒左右两边露出来的距离就是相同的了。接着咱们拿来502的胶水涂抹在碳棒和木头板的缝隙中，这样碳棒就被牢牢的固定住了。等到胶水干了，咱们找来一捆粗的实心铜丝，首先用钳子把铜丝掐成一段一段的，然后把铜丝缠绕在相邻的2个碳棒之间。缠绕的方式如视频所示，大家一看就明白了。一面缠完以后继续缠另一面，说白了就是把所有的碳棒串联到一起，然后在第一个和最末端留出2个接线头就可以了。铜丝缠完以后，咱们找来一个长方形的玻璃容器，然后把木头板放到容器中，把2个接线头放到容器的外面，方便接线。接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咱们找来一个空的塑料盆，然后在塑料盆中加入食盐，接着放上水搅拌均匀。现在咱们要自己制作一些盐水，等到食盐完全溶解以后，把盐水倒在容器中，让水把碳棒完全淹没为止。下一步咱们找来一块太阳能的电池板，把电池板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接着再把电池板输出的电源线掐到电池的接线端子上，让它给咱们制作的水电瓶充电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接上电源以后，容器中立马就有水泡产生了。接上前流表以后，大家可以看到电流大约在4安培左右，说明这时太阳能板正在给电池充电。一会儿咱们给电瓶充上几个小时，看看电瓶的储能效果怎么样。过了几个小时以后，咱们把充电的夹子拿掉，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接线端子的电压。大家可以看到电压在13伏左右，说明这时的电池已经充满了。这时咱们拿来一个12伏的小灯泡接到电瓶上，大家可以看到灯泡瞬间就被点亮了。这个灯泡的功率只有5瓦，所以咱们拿了一个功率更大的直流电动机接到电瓶上，大家可以看到电动机仍然可以正常的旋转，而且感觉动力十足，这说明电池的储电量还是特别大的。现在咱们又找来了一个12伏变220的逆变器，把逆变器接到电瓶上，然后让电瓶带动更大功率的电器，从而来测试一下电瓶的储电能力。线路接好以后，咱们找来一个100瓦的白炽灯泡，大家可以看到插到逆变器上以后，灯泡瞬间就被点亮了。接着咱们再找来一台更大功率的电动机，插上电源以后，电动机也可以正常的旋转。经过反复的测试，这台自制的水电瓶纯电量确实强大，估计安在电动车上也没有问题。大家觉得这个用废旧电池制作的水电瓶怎么样？有不同想法的朋友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咱们一起探讨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